我其实是一个比较爱组局的人，我经常和朋友们聊着聊着就越聊越深这个时候要是我们刚才说的话都有记录下来了，那得多么的精彩。就是这个念头让我想要把我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个场面能够让大家看到，像是跟自己的朋友推杯换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聊一些最近的心事，自己的想法。被告人张某华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看到这些时候，你会被他的勇敢、他的坚持深深的触动。在社媒上，他被叫做 Papi 妈妈，但今天我们更想称呼她的本名 Penny。她是一个细腻、敏感，但是又勇敢、笃定的女孩。他问我觉得值不值得，我跟他说我觉得不值得。对我个人而言，他带给我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负面的伤害，它一定是高于正面的。因为真的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经过多少个这种拯救自己的夜晚。我全程在那个庭审的过程中，我全程哭到尾。后来我回来出来，我还自己 review 复盘了一下，我说为什么我会哭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一刻我有人帮我了。他洗完澡以后会叫他香猪屁，他不洗澡的时候我会叫他臭屁猪。我已经不记得 Papi 的味道了，那这个东西就是时间的力量。Hello， 请进，请进，请进。老师好，老师好。你好，你好，也是第一次见。哇。然后我们坐哪边？我们坐那边。哎呀，那是一只狗吗？对，我的狗啊，淘淘啊 ，Hello， 淘淘，好好看。它确实，它是这个小区最美的。这衣服吗？还是啥？对，它刚做了手术。所以给它穿着手术。休息吧，宝贝。你长真好看，双眼皮。淘淘，你要过来吗？算了，你就。淘淘不营业了吧？他说我刚做完手术就不营业了。我觉得你是挺有文字表达功力的人。文科生加艺术生。所以你之前做的工种是与文字有关的吗？我最早是做传统媒体，然后从传统媒体跳出来以后，就开始我做了一小段时间的，就是互联网的，算是就是 O2O 的那个行业。你从业有十几年？十几年，对，我工龄其实还蛮长的。是，我其实觉得，就是因为你之前的路径跟我基本上，我们都是做白领，比如说起来，然后也是都市丽人的，然后突然一件这么重大的事情降临在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它会对你造成怎样的一个异化？你会感觉到你已经完全无法回到曾经的自己的生活了。对，就至少我到现在唯一有一个比较庆幸的是，我不用再去像复读机一样复述很多和案件相关的内容了，对吧？现在我们的播客也不用再去问这些了，这个是我还比较可堪欣慰的一个事情。但是个人的这种状态的调整，或者说我未来到底要怎么样，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未可知的状态。说实话，就现在的一个是身体的原因，因为我自己现在的抑郁的药还有6、7种在吃。对，就其实抑郁这个病，它的确就是没有治愈一说的，那它只是一个你自己跟它要长期共存、长期共处，然后你要学会去跟它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那你平时在你和包括疾病也好，包括你和外面的声音去做一个平衡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可以让自己舒缓的方式吗？
我在 Papi 去世1年以后，我领养了一只小猫。对，然后我觉得我的小猫其实是我特别好的一个免费的心理医生。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养猫养狗的朋友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猫小狗家里的毛孩子都是自己在很多不堪的这种时刻，你最好的一个陪伴。我其实看你那个书，我觉得最难受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写的时候，你可能每一趴你都会很痛彻心扉。其实我看到那个书里面最让我崩溃的一段，是你在Papi 已经离开之后，你要去找这个录像室去要那个监控，找保安室去要那个监控，然后那个监控的人非常严词的拒绝你，然后说只有你不能看。我在看到那儿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了。就我发现好像最让我感到难受的，好像不是，就是压倒你的可能不是一个暴风雨或者一个地震，但是就那一片叶子掉下来，可能就会压垮你了。所以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也看到有很多你的这个邻居，他们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帮助你啊，去和你站在一起。所以有什么你觉得让你记忆比较深的这种，包括你觉得暖心的时刻？因为我相信你走到这里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战斗，就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比较让你温暖，就一瞬间感觉心里一暖的时刻？其实很多，因为这几年过的虽然说某种程度上很空虚，或者是很割裂吧，但是某一种程度上感觉这几年又把可能我这几年遇到的，就像你说的这种物业的不作为哈，甚至一个监控都不让你看哈，这种情况，这种所谓的一些魑魅魍魉还有网暴什么的挺多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又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真善美，很多很多帮助我的女性陌生人，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我觉得最令我感动的是很多的普通人。我讲几个瞬间吧，我就想到哪说到哪了。就是比如说我一审的时候，我说的还不是那个可能大家从网上都刷到的那个，哎呀就围一大堆人，然后大家说 Papi 妈妈真棒，然后怎么样那个我们在一审的这个庭审庭的时候，其实是最孤立无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律师，我就像一个半个律师一样，我跟公诉人坐在一起。就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我依稀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天上午现场大概来了有11位、12位的那个网友，都我不认识的，就是从各个地方来的都有，然后就在那儿从早上一直等到了下午的4点钟，就他们是深深就那么站在那块空地上等我，等到了下午4点多。我那天是最后一个从庭审庭出来的人。我其实整个过程都很理性，因为我得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嘛。等到我出来的时候，哇，我看到他们一个人都没有走，就那个瞬间我就他们都还没有上来要怎么样呢，当然后面就是上来说你饿不饿，我们要不要去吃点东西啊，或者你现在去哪里，我开车顺你啊什么之类的，就都还没说，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我已经看到他们的眼神，我已经看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情，我就已经哭得不行了。然后还有一次是我记得是在我们那个2审的庭审庭进去之后，大家都在外面说啊加油，我们等着你出来怎么，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的律师因为我的状态不好，很多陈述性的表达他又可以在旁边帮我代劳的时候，我全程在那个庭审的过程中，我全程哭到尾。后来我回来出来，我还自己 review 复盘了一下，我说为什么我会哭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一刻我有人帮我了，你卸下来了那份你必须要支棱在那儿的那份理性，就是我那个长期绷着的弦，我在那一刻我终于可以放松一点了。即便我那个哭的过程虽然
眼睛都要哭看不见了，就哭得气喘吁吁，甚至毫不夸张的就是庭审，因为他们怕我出事，也甚至把那个医务室的人都叫过来，氧气瓶都已经给我上了。但这样子的，外面还有一些网暴的声音，说我是装的，说我什么去庭审了才带氧气瓶啊，平时都不带什么。但是我的确是在这种特定的跟这个案件强相关的情况下，才更容易有躯体化的反应啊，这个很正常。但是在那个当下，我觉得能哭出来，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哎呀，这个一说就有点哽咽，就是好像挺惨的，真挺惨的。就是你觉得那个哭都是一种好事儿。你哭成那个样子，哭成那个鬼样子，我都觉得我至少能够把我的情绪宣泄出来了。是我想起就是比如说像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我爸他们一个人张罗整个葬，他全程非常冷静，面无表情，直到最后结束。那个已经推进去了，而且骨灰也拿到了，他才在车上放声大哭。就是只有当你责任不是那么在扛在你的肩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让你的感性冒出来那么一点点。对，但是那个过程中还是有一个我觉得还挺两难的一个时刻，就是当法官问我说，就有一些就是这种在法律程序上面你必须要去回答的问题，甚至是你的律师都不能带你，就你代理律师不能带你回答，你必须作为当事人，作为受害人你要表态的问题的时候，比如有一个你认不认可，就是说法院就说你的，比如你的小狗就值这个价格。哇，这个问题你知道，就是你那个当下你必须要回答认可2个字，我就在那儿我就卡住了，我就怎么都回答不出来，然后我的律师就在旁边一直小声的就是嘟囔想提示我，然后法官就说律师不要干涉当事人，因为他流程就是因为法庭是严肃的，所有这种流程上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不认可，那可能这个就有可能2审还得再重审或者休庭或者怎么样，那这个过程又是冗长的，甚至你打了那么久的官司，你研读了那么多法律的条文，你知道这个重审可能也是没意义，你知道再走一遍也是一样的结果，它就是8000块。但是在那个当下，你就必须去回答审判长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认不认可这个8000？就是你必须要回答认可这2个字，但你心里有10000个声音告诉你，就甚至是脏话，对吗？但是你那个当下你就得把那2个字说出来。真的很难的一个时刻。对，我可以想象，因为法律它是冷静的，它是很严肃、很严谨的，它是一板一眼的，而且这个庭审就是司法的流程的这些东西，它是就是板上钉钉，你得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然后依法办事的，所以它是一个程序正义的事情，你就得说，要在一个这样的场合下去估量一个对于自己根本无法用价值去衡量的亲人的价格，这件事情。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发现我每一次采访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都还是蛮厉害的，我都还是能克制住，没有留下来。但每一个采访我的人都是像你这样，都会哭成这样。但是这一点现在又让我觉得很可爱，我觉得大家都很可爱，大家都我只是浅浅的随便说一说就把你们说哭了，我真厉害。就我现在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个对你来讲，因为你经历太多遍了。对，就我今天来录您这个播客之前，我其实再三想跟工作人员沟通，我可不可以不化妆？我说我可能也就露个眼睛，我说我能不能不化，或者我说我就画个眼睛得了，因为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化过妆了。我在互联网的那段经历也是，我是那个丽人事业部的，就是就北京所有的美业，什么医美的，什么 SPA 的，然后就化妆各种，而且包括再加上我后来在影视行业，就是我对于服美役这件事情也是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的这种自我和解吧。就我这几年也不服美役了，因为你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就我现在只一门心思这几年
的精力就在这件事情上，我已经没有更多的能量让我去每天弄一个什么渣女大波浪，然后每天选什么颜色的美瞳配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美甲美睫我全都没有了。我以前可能看我指甲秃一点我就受不了，我长了一点点那个自己的指甲我就得去给它换掉花色的那种。但是就这一切都变了，在这件事情以后它给我带来的，但我也不知道你说它是好还是不好。你觉得这是一个会持续你未来的一个状态吗？我觉得很难说，但是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就其实我们这样子都还没有完全结束，就他现在实际执行的阶段，我们的民事部分的赔偿不是还没拿到吗？就之前跟我朋友开玩笑说，可能如果是一个交通事故，主责次责或者谁责任谁没责任一划分，很快走保险也好怎么也好，我可能很快已经拿到我的赔偿了，但这个案子到现在1分钱都还没拿到，就它就是很长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环节就是想通过你比如说在小红书上的点赞和收藏，然后去看一下了解一下你平时在关注着什么。我这样一看好像都是猫狗的东西比较多呢。有这个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想给你看，这是我之前做那个人物的演讲的时候认识的张赞英老师。他一张年轻时候的照片。张赞英老师这件事情给到我的一个鼓舞是，我觉得女性不管女性男性吧，就是你只要不给年龄设限，其实没有必要过分的去焦虑。我发现这个案子到现在这个阶段之后，我的焦虑的情绪少了很多。因为我之前也很彷徨说，哎呀，我决定要 all in 来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之前所有我自己工作里的项目我都是 all in 在做的这种情况下，我并没有想到说我一个预计3个月到半年能够搞定的官司，我打了快4年。就有一段时间我也在这个案件前面还是迷雾森林的时候，我也在想怎么办。如果这个案延审到我40岁，难道我40岁的时候还在互联网上哭哭啼啼吗？每天是我感觉当一个事情你不知道何时会结束的时候，往往是最容易放弃的时候，就是你感觉到你不知道它的终点是在哪里，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要花多大的你要耗费多大的精力去达到那个你想要的这个结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哪一刻你是真的有想过要放弃吗？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因为我前2天我还发了一个视频，我说看到这个案子结束之后，很多人都说你要慢慢你要快点走出来，你赶紧走出来吧，你赶紧怎么样。其实我告诉大家没有我现在这个事情里，我只是带着这些过往跟伤痛，我一直在向前走。我不是那个停在原地没有动的人，反而我是那个一直在 push 这个事情往前发展，我是一直在推动它的那个人。我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羸弱，对，我其实还是我觉得我还是挺强的，但是某种程度上我又想让我自己慢下来。那个最热的时候，然后有像伦敦 Chinatown 有一个开中餐厅的老板，他就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免费，只要来吃我们就免费送一个定胜糕，就中国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中式的小糕点嘛，叫定胜糕，说那个庆祝 Papi 妈妈赢了什么的。然后很多人就底下就问他说，那我可以带我的狗来吗什么的。他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然后甚至在澳洲的游艇上，然后他们拉的那个横幅100多只小狗的主人的签名，就是大家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庆祝这个比较难得的胜利吧。我觉得当然这个胜利是个打引号的，因为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胜利，但是从社会层面来说，它的确是一个很正向的反馈。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者是你去研读这些法律，一般情况下我们只会就像可能他接到大多数电话是一种情绪性的表达，但是你知道怎么以一个逻辑性的方式去达到你想要的这种情况。再者我觉得
你是一个非常善用那个公众媒体的人。因为我感觉这个案子的出名肯定有助于推动它去被更多人重视。这和你的之前的这种工作习惯也有关系吧？我觉得有很大关系吧。就可能是因为我早年的时候就做民生的记者，所以其实我20出头的时候还见过挺多人间疾苦，各种各样的案件，然后包括我自己的话筒可能被人打掉过，之类的，就这样的事儿我还经历挺多。那我就知道哦，其实只不过现在这个媒介变了，从传统媒体变成了自媒体，那这些自媒体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你去利用它的时候，它也在利用你。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刚刚我们聊到像张赞英老师啊，其实还有很多的让我觉得很厉害的女性，比如说像《重返狼群》的作者李维一老师，比如说像这个全国首例这个强暴工伤案的受害人啊，崔丽丽，我觉得有很坚韧的品质的女性，都是这个案件之后我认识的。就可能如果没有这个案件，这些人都是跟我平行一辈子都可能不会相交的人，但在他们身上都带给我各种各样不同的力量和收获。因为我感受到了他们在跟我一样面对一些困境甚至深渊的时候是怎么自救的，然后我从他们身上也汲取了一些自救的方式方法。有没有一些就是其实可能听这个播客的人有些也处在一个需要自救的状态里面，你有没有就是那种相对而言对他们来说比较好执行的？我觉得比如说我说一个最近的吧，就是因为这个案子前段时间刚结束嘛，然后有很多的人就在私信我，当然也是我当然理解大家的初心都是好的，说哎你不要去放过这些网暴你的人，你现在有时间了有精力了，你能不能去一个个起诉他们？但是这个后来我真的纠结了一下，哎呀，因为虽然我已经很长的时间，就像之前我接受天真姐采访我说，网暴可能是我这个案件里最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因为从头到尾我知道它只是一个工具，你利用它，它就会利用你，它就是个双刃剑。但是有的时候你夜深人静，有的时候你还是会被刷到这些就真的是是非颠倒黑白离谱到不行的这种，甚至现在他们还用 AI 去生成你各种各样的图片，各种违法的这种小的像微电影一样的东西，就离谱到家的东西，我就有时候还是会燃起那种要不要起诉的问号内心。然后前两天就跟薇一姐聊了一个，她就让我聊完之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是关于网暴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关于她隐私的部分我就不说了，就比较细节的。但是她就跟我说，你看看星爷，你看看周星驰，这么多年那么多人骂他，合作过的人也好啊，网友也好，各种质疑的误解的声音，他是从来没有回应过的，一次都没有。但是时间会给大家答案的，人红是非多，就是你到了那个阶段了，就是会有各种四面八方的声音向你涌来。其实你也已经经历过了嘛，就你浪姐的时候可能也已经经历过一批这样子的，对，但我还没有你这么强的经历，就是你知道那些东西你不该看，甚至你会去看吗？甚至不应该去就是想到这件事情，但是它会像一种强迫症一样，就是明知道那个会伤害你，但是你还是会想去看。对，你越停留，大数据根据你的停留习惯，它就越给你推。可能其实你要知道，你跳出你自己，别人不一定有你自己刷到的你的负面的评价多。是，但你会以为全世界的人都看了那个，对。然后你甚至那段时间不想见朋友，你怕一见朋友会跟你说起这个事情，又会让你再次进入到这种情绪里。这一点我还是也到目前为止也是还蛮困扰的。就今天刚刚我们在楼下2个工作人员，就都还是会，当然人家都是出于关心的角度，对案件也好，对你个人也好，都还是会问我那个问题，就是
哎，这个案子那他到底进去了没有啊？我好像前面看新闻说没进，但是怎么样？但其实这个我只会简单的回应一句说进去了。但是这个进去了3个字，我中间经历了什么，中间有多少次的各种各样的斡旋，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不想再去赘述了，对吧？我不想再去像一个祥林嫂一样了。我已经面对那么多社会新闻、官媒的镜头跟长枪短炮，我已经像个祥林嫂了。我甚至跟你说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很变态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以前是学新闻的，在我前期踩了那么多的官媒之后，有一些他做的切片发酵的并不好之后，我自己复盘，因为我这人喜欢把什么都当成工作，我会复盘一下原因。我看为什么这2条这么差，为什么这条就这么好，然后就总结出一个道理来。他们是社会新闻的官媒，那么社会新闻的媒体他要看的就是情绪。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在我情绪到了的时候，要哭的时候，比如我刚跟你聊那段，我就要克制住我自己，我不想老哭，眼睛就受不了嘛，因为我现在有很严重的干眼症。前段时间已经在用那种带激素的眼药水了。那我不想那么多哭，对吧？对我自己身体不好。但是所以还是应该我哭，剥夺你的眼泪。所以我为什么看你哭的时候我会笑，我就觉得很可爱，我能把你们每一个采访我的人都搞哭。但是我在面对那些官媒的时候，我就会，我觉得是一种手段了，甚至是就是你要成事的这个叫做菩萨心肠雷霆手段，你得有手段。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告诉自己哭吧，他们要拍就让他们拍吧，你就往死里哭，大哭，反正你现在想哭，当然那个哭也是真实的，你就哭。为什么？因为社会新闻它就要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挺病态挺讽刺的？就是你明明是一个很痛苦，然后你很不想面对的事情，但是你因为要求关注，你为了求关注，你得把你的情绪当成一种武器，然后在那个时刻你内心的 OS 告诉自己，你哭出来，你哭大声一点，你哭得丑一点，你让他们拍。所以我感觉你身上有几个身份，他感觉在互相的博弈。就比如说你是一个悲伤的母亲嘛，但同时你要是一个很冷静的斗士。就像你在这种场合下，你会去想 OK， 那什么样对于我让这个案件被更多人知道更有利。然后你也是一个我觉得很聪明的经营者，因为我看你的小红书，你真的非常厉害，就是我能感觉到你很强的这个职业的敏感性，就是可能是跟你之前的从业者，就这3者的身份对你来讲你怎么 balance 它呢？其实它会拧巴吗？会很拧巴呀。我是双子座的，所以就是切换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会让人很变态，就是你得一直去切换自己。好在都过去了。好在就是最难的那个部分都过去了。可能接下来的这个部分的困难是在于，我觉得我可以相对的放慢节奏去慢慢的恢复我自己。那像你在比如说你的日常生活里面，除了比如说和 Papi 相关的事情，你的有什么其他你爱做的事情吗？我不知道会不会跟我的病有关系啊。我自己现在是更喜欢一个人待着。Papi 走的第1年，我还没有领养我的小猫的时候，我养了特别特别多的植物。就有一阵儿就是开始研究植物，就像你家这样，就是我养了一大堆植物。后来因为养了猫，又知道这些植物通通对猫有毒，我又把这些植物又全扔掉了，也挺可惜的。就是植物动物在这个案子之后都给予了我蛮大的能量，就是你更喜欢和这些静态的或者是人以外的这些生命个体相处。我觉得这些相处会让我一个这种极度低能量低电量的人很舒服。人家现在不是很多人测 MBTI 会说自己什么由 E 转 I 吗？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我骨子里一直是一个 I 人，但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呢，工种的需要，又有的时候会切换成 E 人。但是其实你测验自己是不是一个 I 人，最直接的判断就是你觉得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是一个充电的状态，还是跟大家
大家伙在一块的时候是个充电的状态，你就能判断了。那我就典型的是前者，就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是一个在充电的状态。然后我现在这样出来，我就是在耗电啊。比如我今天刚进门的时候，可能我的电量是98%，现在掉到多少？我现在可能已经掉到60了，就是我自己都有那个感觉。对，所以怎么舒服怎么来吧。但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一辈子都这样，它一定有的事情它就是阶段性的。那没准50的时候我又高能量呢，那谁知道呢？就先活着吧。就是人活到你觉得很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别想太多，你就先活着。我觉得先活着是最重要的。还有什么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收藏或者分赞可以分享？我最近还挺喜欢看一些，就什么那个小猫长寿猫怎么做长寿猫饭的，因为有一个博主他的小猫养到19岁了。就是这种。19岁猫咪长寿资质之1周年合集来啦！全面养护快马术。我也买了这个，就是那种小的玻璃器皿。所以你现在每天都会给它做这些东西吗？我们家猫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是个德文，它是那种叫鸽子味的小猫，它一顿连30克都吃不完。那现在外面市面上的只要是进口的猫罐头，基本都是60克起步，好像70克，最小的可能有50克。它就一餐吃不完，然后到第二餐再给它，嘴太刁了，第二餐根本就不吃。就比如你隔了6个小时几个小时它不吃，所以它每次就吃一点点，多了又浪费，那就没办法嘛，就变成只能我自己给它做。然后我就买了那种硅胶的，一个格子刚好是30克的，那种小格子，就是其实用宝宝辅食的那种格子，然后就做成小布丁一样的。对，然后你就开那个冰箱的速冻按钮，然后把它速冻好，每一次做的时候就蒸熟，蒸15分钟，然后给它吃。你自己也给自己做餐？我自己做的之前多一点吧，现在外卖还是会更多一些，有的时候懒就懒得做。但是我最近反正素的东西可能吃的会更多一些，因为这个事情以后，我觉得我对那种疼痛好像有了一个更具象的感受，是以前没有的。就你以前可能也会刷到很多这种疼痛的视频什么的然后像玻璃心的人大家都会划走嘛，不想看。但是这个事情之后让我因为很直观的面对了一次这种残忍的疼痛以后，我现在对疼痛会更敏锐一些吧。那我感觉你是一个很能共情的人，就刚才通过你很多时候你描述，比如说你经历一个事情，你会很自然的带入到对方的视角去看，他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你会在各种，因为我跟你一样，小时候也是个讨好型人格，因为这是我们锻炼出来的一种技能。因为我看人物里面你说你要翻阅的，除了这个案件你要翻阅的还有成见大善。这个成见你觉得最荒诞的一个是什么？就基本上我收到的很多的网暴的信息全是攻击你的性别的，都不是在讲狗的这个事情。因为你要出书，比如说你要继续做它的影视化，包括你有在做一些直播带货，你会因为这些？我已经对这个也是我刚刚想说的，就我从25年的12月11号就最热的那个点，慢慢高峰再往下热度慢慢降下来，已经现在几个月了，已经7、8个月了嘛。我这7、8个月一场直播带货都没有做过，一场都没有做过。就是说我少挣了很多钱，而且很多人说，哎呀，你就不直播带货，你这橱窗天天都卖飞了吧？什么你都财富自由了，你都赚得盆满钵满没有？我告诉你，我每个月我现在的大概的一个收入，猜一猜？1万、2万？再猜，往低了猜。5000、3000、2、3千，我没有细算过啊，只有2、3千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2、3千块钱现在都能够，我觉得就是不至于把我自己饿死的情况下，我都可以。就大家对于
受害者还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试图有任何的想要以你的事情去变现的这种态度，人家会觉得 OK 他已经绳之以法了，于涵应该是很多人就会这样说，他已经绳之以法了，你就该把你的账号注销，你就应该下线了。对，他说你要注销你的账号，包括到现在也是这个感受。就是可能因为你的生活已经偏离了那个最开始的那个路径了，然后可能大家一开始都是那个路径，然后甚至有很多的媒体也会在这个案子之后来问我，你接下来有什么规划呀什么？其实我没有，因为对于我现在来说，我觉得就是先活着最重要。你说规划也好，什么计划也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事情，或者说我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人之所以的这些规划也好，或者是一些这种什么几年计划要干嘛干嘛，这些事儿都是人盲目自信的一种表现。真的是我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我就知道命运这件事情它真的是在牵着你往前走的。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越来越相信命运，就是很多你当下的那个选择看似是你自己的选择，实际上是有命运在带着你往前走的。但这不会导致一种消极状态吗？因为你觉得一切都是定好的，你会感觉到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无力的，会吗？那个过程中是无力和那种打鸡血的那个模式的一个反复的切换的过程，因为你要把这件事情完成，你就得把自己切换成那个打鸡血的模式。但是在比如面对了一天的镜头，一天的媒体的各种问题之后，各种长枪短炮之后，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又变成那个很无力的状态。我在这个状态里面这样切换了无数次，就这个4年当中，这个1000多天当中，其实都无关于正义，无关于勇敢，无关于这些比较庞大的叙事，更多的其实是你已经被逼到一个绝境，就是一个很闭塞的一个绝境，你没有路可以走了。这条路是，就为什么说是命运呢？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当下，或者你让我再来一次，我也只有那一条路可以走。就在那个当下，我没有别的选择，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你让我把这件事儿当成没有发生过，翻个篇，我再养一只小狗，然后哎呀掩耳盗铃，接着过日子，也许很多人会这么选，我也理解这么选择的人，可是我不是这样的人，那我就只有这另外一条路。但这条路，我觉得现在媒体大众或者就是舆论赋予你的这些词儿，这些正能量的叙事，这都是你成功之后的东西。是，只有你成功了，这些痛苦才会变成你的注脚。就郝蕾说的嘛，就是不红就是原罪，红了什么都对，好像就是有一点那个感觉。就是其实就是那个教授跟我说的，我们只是因为被逼到那个绝境，在一种极度绝望、极度无奈的情况下，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然后勇敢的一步一步的踏实的就是往前摸索着走，就仅仅是这样。当你在比如说媒体问你是对那4年是否后悔的时候，你后悔的是什么东西？因为这样看来，哪怕再倒回去，他没有问我后不后悔，他问我觉得值不值得。后悔我是肯定没有的，但是他问我值不值得，那个是一个东方卫视的一个法制的节目的记者，因为他也在我的案件的不同阶段都来跟拍过、追踪过这个事情。他问我觉得值不值得走到现在，而且他问我的时候已经是我们2审的那个阶段了，已经过去1000多天了。我跟他说我觉得不值得，然后他当时很惊讶，他觉得我可能会跟很多因为做法制节目的记者嘛，他一定采访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热点案件的热点人物，可能他觉得我会有一些比较同质化的这种表达，不符合英雄主义叙事，对，比较同质化的一些表达，但是我就那个当下我就告诉他我觉得不值得，是因为我在4年前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会这么冗长嘛，那我也不知道这4年会给我带来各种各样这么大的影响，那实际上
负面的影响一定是大于正面的影响的，就对于我个人而言，但这个事件当然我觉得它对于社会而言一定是正面的更大，就正面的一些反馈是更大的，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它带给我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负面的伤害，它一定是高于正面的。所以我跟他说，我觉得不值得。但是我觉得下一个其实已经有了嘛，你像北京也好，还是广州也好，还是长沙、武汉，就陆续现在这些地方都有了跟宠物中毒相关的刑事的公诉案件，都在我们这个案件之后，甚至有一些受害人他直接来找到我说，我们已经因为您的这个案件，然后民事转成刑事了，就很感谢什么的。哎呀，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好像很正向的蝴蝶效应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事儿肯定是值得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因为真的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经过多少个这种拯救自己的夜晚，或者说你的眼睛到底流过多少次眼泪。但是在养了13年的小狗之后，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养猫嘛，那个养猫的感受跟养狗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的状态、身体的情况、心理的状态，其实也是更适合养一只小猫的。因为小猫的这种边界感啊，然后它的这种独立性，对它这种独立性，对于我一个这种玻璃心，然后又受过这种比较重的创伤的人来说，我觉得还挺好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家猫是这样的，它有的时候它比如说我坐在这儿，它就坐离我可能有个2米远的地方，就这样静静的坐着。但如果是以前 Puppy 的话，它就一定是歪在我旁边嘛，就一定要跟我黏在一起的。就它也是陪伴，但是它的这种陪伴跟狗狗的那种陪伴又会蛮不一样的。所以在经历那件事情之后，你会对于建立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不管是动物也好还是人也好，你会产生恐惧吗？人会吧，动物还好。动物我是一直很喜欢，人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案件之前我也不是那种特别容易建立亲密关系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你从小到大的这个原生家庭环境的影响啊，然后包括你的这种所谓爱和被爱的这个能力都有关系，就并不是一个特别轻易能够建立亲密关系的两性关系的这种人。我看到很多，包括我去翻你的评论区，大家也希望你是说，很多人说往前看，想让你翻篇儿。你对于当别人这样去安慰你或者鼓励你的时候，你是什么一种心理反应？大家的发心都是好的，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有边界感的朋友。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的确也遇到过有一些朋友会很善意的说你算了。不管是通过发私信还是去你的抖音评论还是怎么样，给你发个微信说，哎呀，要不咱就算了行吗？就是这事儿它就是成不了啊，就是看我一直就好像就是非常的就是深耕在这件事情里面出不来。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很表面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个 J 人，我是很有条不紊的在推进的，而不是说我陷进去，是因为他的案件审理的这个过程比较冗长，因为是首例嘛，所以他有很多慢，这个慢不是我来决定的，不是我能决定它的快和慢的。所以不是说我不愿意，就不是说我失恋了然后我天天酗酒我出不来，两码事儿嘛。所以当我听到很多想让我放弃的声音的时候，你中间其实这种声音挺多的，这几年你自己是要去屏蔽掉一些这种声音对你的影响的。那我也挺感谢我有一些比较有边界感的朋友。就比如说我有个姐姐，她就又是那种像你说的就是一片树叶的事情，就是可能就是突然有一天她就跟我说，你是不是哪一天要快开庭了吧？我说对。她说那我陪你去吧，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只要你那个我都陪你去。我说你进不去，她说我进不去我也陪你去，我陪你到门口嘛。但我又是就那一刻你会很感动了，但是我又会
最后我都是婉拒，我还说不用，我就是很怕麻烦别人，而且我觉得我自己那个状态下，我庭前有媒体的群采，庭后还有群采，各种采访，自己的状态已经焦头烂额，然后又很囧的一个状态。我那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也不想给身边比较好的朋友去看到，我觉得也没有意义，因为本身我是那种没有人在的时候我才能支棱起来，我才能切换到那个比较战斗的状态的人。如果反而有朋友在身边，我可能就往人家身上一歪，我就失去斗志了。所以就越是这样的时刻，我就越会推掉一些这种特别进入到你内心的这种关切吧。对，当然我很感谢他们。那像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前，你的好朋友们，在这件事情当中，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反应啊？大概是刚刚案发的时候，因为已经人疯掉了嘛，就魔怔了。那段时间发的所有的朋友圈也好，什么也好，都是非常有情绪、非常激进的。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在私信或者我的什么闺蜜群里面，大家都会，哎呀，就疯了，说宝贝，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啊，各种。就其实你后来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真实的感受了，因为甚至就网友给你发来的，你知道我这年收到这几年就多少这种小作文式的感谢的这种私信，全是陌生人的，什么年龄段男的女的都有。那但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到这些，你也会很受用或者很感动。但到后面太频繁了，你看到这所有的东西，包括就像你看到反面的那些谩骂跟侮辱一样，我通通都没有感觉了，因为太多了。太多了。然后包括你这几年只要见到朋友、工作伙伴、任何人，3句话都离不开这件事儿。就你再也回不到从前，比如我今天约你，我说喂恋恋，我们出来逛街，然后我们今天聊的是今天的 OOTD 是什么，然后哪家咖啡好喝，又新出了一个什么生烘的豆子，就不会再聊这些了。3句话以内必须就是先聊到这个案子。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跟你聊这些像一如往常的这些生活是一种残忍，因为你在经历这一切，而我在跟你聊一个什么都没有发生的非常岁月静好的日常。是，但这个我觉得挺难以避免吧，因为毕竟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其实都还没有完全的画上句号。那我觉得可能再过1-2年，会不会能好一些？我这几天也自己暗暗的下决心说，我得快一点，因为去帮 Papi 争取权益。其实像你现在，包括你也认识了很多之前你说你如果在之前的生活里面基本上可能不会有交集的人，然后包括你也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肯定会有人说你应该感谢这个苦难。会有人说过这种话吗？这个苦难带给你的，倒也没有那么露骨的让我感谢苦难，但有这个意思的。对，也或者有人会说我是幸运的那一个。其实我听到这个话会有一点不适。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宏大叙述下的这种叫做中立的冷漠了，就是之前阿庞跟詹青云他们有一集，我记得也是一个播客吧，跟詹青云吐槽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詹青云总是站在一个很中立的态度去跟他分析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很崩溃，他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每次一跟你说一些别人对我不好或者什么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时候，你老站在一个中立的态度在那儿跟我冷静分析，就客观冷静到不行的那种特理性。后来阿詹自己就是反省了一下，说好像也是就是这个中立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冷漠。那我觉得就是说我在这件事情里是那个什么不幸中最幸运的那个呀，或者说这个幸运的事情还让我被动的增长了很多的这种法律知识的这种技能哈。谁想被动增长这样的技能啊？
我想被动增长的是我怎么样可以过得更好，然后我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让家里生活得更好，或者我怎么样可以变得更美，我怎么样唱歌可以更好听，然后怎么样可以去到更多我想去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旅游，哪里有好吃的，我想研究这些。我想探索这个世界更多的可能性。东南亚也好，欧洲也好，哪里也好，就是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我想见到更多的这个世界的不同的样子。可能是因为你的那个痛大家是没有切身能体会到的，因为那个感情只属于你和 Papi 之间的一种非常私人化的感情。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去武汉，也是被一个宠业的那种什么尾牙大会邀请过去参加活动。我去那个活动的时候很纠结，但他们3番5次的邀请我，实在有点架不住，我就去了。最后他们找了一个外国的歌手，就在那儿唱了一首 Let It Be。 我觉得就像老天爷就是冥冥中就是那首歌强化了你对于命运的对，那首歌突然就出现在那儿。而且你知道那天有多逗吗？我就是被安排在了最主桌的那一桌，就那些品牌方全部都是可能 Papi 生前吃过的一些比较著名的品牌的正儿八经的创始人坐那儿，CEO 大哥们，哇，每一个人看到你的表情都是，我觉得我像什么知道吗？我觉得我像一个公司的尾牙被请去的一个艺人，就是那种压轴出场的一个那种嘉宾，今天我要来唱首歌，或者我得来跳个舞那种感觉。其实他们让我去就是让我去说一段话给行业啊，然后有一点这种振奋的作用。然后在那个我听那个 Let It Be 那首歌的时候，我刚拿起手机，我说这个太妙了，很玄妙的一个 moment。然后我说我来把它拍下来，刚开始录，哎呀，就有各种别的桌的人过来给你敬酒，就打断你的这个录制，就哎呀 Papi 妈妈，我敬你一杯，就这种。对，但那个过程，所有的人都在跟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啊，我们在你身后啊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在跟我的电影的制片人，我们还在发信息，然后他女儿给我发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声音，奶乎乎的说Penny 姐姐你是最棒的什么的，就很暖心的一个语音。然后我就给他看了一下现场，我说这个好罗生门啊，我说这个感受就挺奇特的。但我在那一刻我还是觉得我是一个孤勇者在这件事情里，因为那就是一个房间，从来没有人来。其实你一直是在一个被没有人看见的角落，但当这件事成了的时候，大家都来给你敬酒举杯，觥筹交错，所有人都来说你不是一个人，我一直都默默支持着你，或者我们都永远什么在你身后之类的。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一直是一个人，一直都没有被看见。因为普通人被看见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你会觉得唏嘘吗？就是在你最需要被认同的时候，你还需要通过比如说应对媒体，一遍一遍的讲述这些，一遍的去看法条，才能去达到今天的结果。但是当你成功之后，无数人向你举起酒杯，想要与你共享这份喜悦，这会让你觉得唏嘘吗？一方面会唏嘘，另外一方面你甚至会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而且这是一个你不想玩的游戏，但你因为 Papi 你不得不去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很多时候现在的人，只要你是一个主体性比较强的人，或者你是一个内核比较稳定的人，很多游戏你其实在当今这个时代你是有条件去选择你玩或者不玩的，对吧？比如说你如果作为一个歌手，你作为一个演员，你想更上一步，可能有一些社交可能是必要或者非必要，你是可以去选择的，但是可能那个决定的你的咖位也好，你的什么也好，会不会再上一步？因为我身边有这样子的演员朋友，他之前可能他合作的所有的全是顶流，他一直是男二，但是由于他是一个不 social， 不会拍彩虹屁，不搞那一套，总臭着个脸的人，慢慢的他资源就越来越不好。但是如果他当时在那个他合作的所有男一都是顶流的时候，他一直往上，他也可以现在也可以很好。
但这就是你可以选择的一个事情。那我这件事情因为 Papi 虽然我看透了这个游戏规则，我又没办法，我还得去玩的时候挺痛苦的，说实话。就像打王者荣耀一样，你知道你的排位就是会有2把输1把赢，然后再输，然后赢，它就是给你设置好的这些。所以我可以理解你说的，现在不管是看到骂你的也好，还是夸你的也好，这种感受都不会很强烈了，都不会很强烈。对，一直都是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而且我前2天去我一个姐姐家，然后她跟我分享了一个事情，我觉得我也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你这样放手一搏的。比如她碰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她过年的时候回老家，老家有一套新房子，很少住，就可能就是逢年过节住一下，然后她就带着她一家人去住那套房，想在那儿过个春节嘛。结果他就遇到一个非常奇葩的邻居，就楼上的邻居，因为他家里有小朋友，可能那个邻居也是那种神经比较敏感的一个邻居，就举报了。然后警察就反正中间就无数次的来沟通什么，但是他说他们家没有声音，甚至还买了分贝仪什么就自证。我甚至家里也买了对，为了自证。但这个就是一个邻里间很容易扯皮，然后警察又很难去断案的一个事儿。然后但是到后面就有点变成像恶意举报，他就一直打，然后导致他们家一个春节在那个新房子里就过不好。最终他的决定就是他就放弃了，他决定要把那套房子卖掉了，因为他觉得他耗不起了。然后他就觉得我好好的一个春节为什么被耗在这样的事情上。然后他又解决不了，后来他也报警，就他们两家就双方都报警，这个事儿最后也还是解决不了。那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就放掉就好了。就是你看人生就是这样，有的事儿你不是每一件都能解决，每一件你都能够去所谓的讨回一个公道，就我必须得这件事儿跟警察证明我们家孩子并没有吵到楼上，我们家的我甚至买了分贝仪，对吧？我要自证什么，他证不明白，他说不明白说不清，那就让他过。那我唯一的方法就是我离开这样的邻居，我把房子卖掉，反正我也没住几次，我就把它卖掉，我就及时止损。那有的事情就是可以这样及时止损的，但是 Papi 的这件事情是我没办法及时止损，因为这个损失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损失了，我要为这个损失去讨回一点造成这个损失的人，就是这个加害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一关一关的打怪也好闯关也好，你就得这么走。所以其实你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选择。对，所以我就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逼到绝境，你没得选，没有那些宏大的叙事，什么都没有，就是你那一刻不会想那些什么我要为了这个为了那个，没有，就是你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因为这个事情对我而言是这样的。我虽然上大学的时候想读新闻，但我一直觉得新闻是一件好残忍的事情。就是你会在一个时间给予一件事情非常大的注意力和曝光度，但很快这个注意力就会被抽离。那被抽离之后，这个当事人他会怎么办？他的事情可能还没有得到解决。我就觉得新闻还挺残忍。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什么不残忍呢？我现在觉得人生就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人生就是苦中作乐，人生里的快乐的部分，开心的部分永远是比痛苦要少的。你现在对于乐和之前对于乐的定义应该完全不一样了。你现在比如说你最近能想到的你一个快乐或者是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样的？这两个词对我来说现在有点疏离，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也不太那么需要就所谓幸福或者快乐这样的词儿了吧。对，包括就是我也不像之前那么的需要社交一样。
我之前看到对我的一种恶评说，哎，这个女的喂狗这个样子啊，她一定是一个贼孤僻，没有朋友，然后没有父母亲情的人。那实际上我不是嘛。我的原生家庭虽然说没有好到那种，就你可能长大以后你看到过各种各样好的亲子关系是什么样的，但我的家庭是也不至于差成那样。就我觉得我父母对我就关爱啊什么肯定是有，但他们的方式方法可能是他们的老一辈的那种，就是在一个不好不坏之间吧，也就这样了。那朋友呢，我肯定以前是很多的，就我曾经可能，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你20出头的时候，你的生日趴永远都是恨不能一个超大的包间，然后请20-30个人来，这20-30个朋友，甚至有一些互相还不认识，你自己还得照顾到累得要死。你有没有过这样生日？我觉得肯定都过过。特别是 Papi 岁数越来越大以后，我这种社交会相对越来越少。那现在他走了，我又养了这个小猫以后呢，我觉得我对社交的需求没有以前那么大了。你的心境发生了一个巨变，然后你自己也你的这种主体性也更强了，对，所以我觉得，而且人生走到最后，其实因为都是你自己嘛，我觉得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越来越觉得，朋友真的是不需要太多。我觉得你在这个事情，你就是既像一个当事人，你又像一个冷静的观者。是的。你是会在生活里面经常会脱离自己，就灵魂出窍一样，以第三视角观察目前的状态的。这个案子之后是还蛮会容易这样的。包括其实我们案发当天我去剪 Papi 的第一条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把自己想成一个第三者，这工作没法做呀。那因为我以前做过电影宣发嘛，然后我可能那还是电影比较好的时候，我可能一个项目有上百甚至上千啊，这不别说了，就说上百吧，就上百万的营销预算。我是那个可以花钱的人，我有各种乙方，什么征稿方啊，什么帮我做全案营销的、渠道营销的，各种钱可以花。我太知道怎么做热搜，怎么做这些东西了。那么到我自己身上，我要把它当成一个，我当时想就是我得把它当成一个项目来做。我得 case by case 的把它当成一个怎么能上热搜，怎么能用话题词啊，什么样的话题词能容易出圈。但我确实从你身上我能感觉到把话语权就是能够把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有多重要。就因为这样的话，你起码有你自己视角的叙事。就有一种网暴的声音一直说我很会演，说我应该拿奥斯卡影后什么的，只要一对镜头，这小眼泪就咔咔掉，然后没有镜头的时候就可开心了什么之类的。就有一方面，我甚至某一个时刻，我觉得他们说的对。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很想问，因为我自己也会遇到的，就是比如说当我的亲人去世的时候，我一开始会觉得很痛苦，我每天都会想他，然后我甚至不允许我自己去做一些可以让我快乐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是对想念他的一个背叛。但慢慢的我会发现这个思念在衰减，就我可能现在我只会在偶尔的某一刻想到他。就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就当你某一天发现你对于 Papi 的思念和痛感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强烈的时候，你会是一种责备自己要维系那个痛感，还是你觉得是一种释然？这其实是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时间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现在其实已经不记得，就有一天我有一天就是以一个非常日常的极度悲伤的夜晚，我就是突然觉得我已经不记得 Papi 的味道了。我现在戴着的这个项链是他的骨灰嘛，然后这个项链是从他走掉以后我就没有再戴过别的任何的项链，而且我当时我还特地跟那个殡葬公司，因为我比较细节控的一个人，我还一直跟他强调说，我说你一定记得给我做小一点。我当时为什么跟他说做小一点，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戴多久。
因为我知道我会一直带着它。但是那个殡葬公司也并没有听到客户的需求，还是跟我做的就是跟他那个售卖的都一样，就做的这个还是有点大。后来就是因为西高地的体位其实不算特小的那种，而且不能洗得太勤，可能2-3周洗一次澡。然后它的那个小臭味，就是以前我老叫它洗完澡以后会叫它香猪屁，它不洗澡的时候我会叫它臭屁猪。然后叫它臭屁猪的时候会比较多，因为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个5分臭的小狗。但是我已经不记得它的味道了。就是太久了。也许如果说它突然出现，我一闻到，我肯定知道那是它的味道，对吧？但是我已经不记得它的味道。那这个东西就是时间的力量。所以当有一天你想到它不再，当你想不起来它的味道，或者是不再这样钻心的痛的时候，你是可以释然的吗？我觉得就还是 let be 吧，不用强求说自己这个时候一定要为它痛苦，或者为记不得它的味道而感到自责，或者把自己陷在这种痛苦里，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一定要去想它，或者不想它。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爱的或者珍视的这些人事情，就它不一定是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或者哪怕就是我在故宫修文物，它只是一个文物，那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一样嘛。就你所最珍视的那个东西，若干年后你还是很珍视它，但是你的那个痛感如果没有了，那对你自己肯定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不用去纠结它。我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体感啊，就是时间会给你答案的。可能我几年前在这个案子以前，我很喜欢去跟朋友去 Blue Note， 就喝杯东西啊什么的。其实我不知道你那个现场是哪一年啊？我还蛮常去 Blue Note 演出的。是吗？就我就没看到你那个，但是我之前其实我不是因为浪姐才知道你的，我是应该还蛮早就知道你的，就是刷到过你的一些 cut，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女生唱爵士唱的好好啊什么的，就特别婚礼那首歌就很喜欢。那我唱给你听啊！好呀好呀好呀，做一个 ending， 对，好呀好呀。哇塞，你看我这个独享一个 live house， 我好久没唱过这首歌了。在你的婚礼，我天，等一下，我想要歌词我都忘了。在你的婚礼，我都喝了2杯，希望我表情没有太虚伪，只有天知道为何跑来受罪，看你们表演亲嘴，来敬你一杯，祝你一路走到黑。哒吧哒哒吧，来敬我一杯，愿他以后别后悔。谢谢你邀请我，见证我们感情的墓碑，真好，干杯！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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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